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亚马逊。迷路的他只能在这里建造一个安全屋，等待救援。他不仅带了长刃工具，而且还带了一件防身的装备。如果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只能带3件装备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装备厉害的，我会在你的评论后面点赞。当阳光出现的时候，克鲁又看到能活下去的希望，他终于走出了阴暗潮湿的走廊。现在这里视野开阔，而且还更容易让救援队发现。放下装备之后，他决定就在这里建造安全屋。他把锯好的原木带到了开阔的地方，然后拿出来铁铲在地上开始挖坑。虽然现在森林里很安静，但是这里随时都能窜出来一只。克鲁在干活的时候也要观察周围有没有危险靠近。当斧刃在原木一端劈出锋利的尖头后，他用力地把原木插入事先挖好的土坑中，再用斧头猛力向下砸实，使原木扎实地深入土壤。随后，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另一侧立起第2根原木。把这2根树枝，他抬起一根结实木材，把上面的毛茬清理干净，放在上面。接下来的操作非常关键，他抽出了匕首，在2侧立桩的铁端精心地挖凿出了一个深深的坎槽，然后把横梁的2端也对应的凿出了锁头。当他把横梁放入凹口的时候，木头和木头之间几乎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。为了确保更加稳定，克鲁用麻绳将这几个结合点牢牢绑紧，完成了中心结构的加固。为了让小屋更安全，他从林子里细选回来的全是这种直径20公分左右的原木，然后开始处理木头表面的毛茬。接下来，他在主体框架的2侧，先用2根较细的原木固定出基础结构，这就像一个预设好的坎槽。紧接着，他把那些清理干净的原木一根根的嵌入到了这个框架中。正当克鲁准备做屋顶的时候，远处隐约能听到打雷的声音。亚马逊的雨可能说来就来。他为了保险起见，决定暂时不做屋顶。他把身上的唯一的防雨布放在了小木屋上，只要雨不够大，小屋内部就不会漏水。在绝大多数人不敢踏足的无人区深处，这座小屋就是他最可靠的避难所。克鲁这次不担心任何物种来袭。他现在开始劈柴，因为克鲁知道点燃篝火可能比他手里的装备还要厉害。大部分的动物看到火和大量的烟雾都会产生害怕心理，从而不敢靠近。篝火点燃之后，火光带来的不仅仅是温暖，还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感。趁现在天还没全黑，克鲁也要开始准备晚餐了。他切了一些石螺草放到碗里当做调料，然后把全麦面包切成了块状，最后用肉把这些食材裹在了一起，放到了炭火上烤制。烟熏的肉香混合着石螺草的香气，让克鲁的嗅觉都得到了满足。当食物送入嘴中的那一刻，紧实的肉质还带着略微烫嘴的感觉，让克鲁的味蕾和嗅觉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吃饱之后，克鲁也该睡觉了。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但天还没完全黑。昼长夜短，这就是亚马逊雨林的神奇之处。他从最初迷路被困，到如今亲手建起这座坚实的小屋。他刚把防潮垫铺好，雨就开始下了。尽管身心疲惫，但克鲁也必须保持警惕。他不敢睡得太沉，在这里危险可能随时降临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能安心的躺下，不必担心意外的发生，这已经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